第8课，应对家庭冲突与问题。家庭无疑是我们每个人最温暖的避风港，但同时也可能是各种矛盾与冲突的集中地。作为父亲，如何在家庭冲突中扮演一个稳定的力量，与伴侣协调一致，妥善应对亲子间的矛盾，特别是在孩子叛逆期时，展现智慧与爱心，是每位父亲需要面对的挑战。这一刻，让我们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探讨如何成为家庭中真正的调和大师。1. 如何与伴侣协调一致的育儿观念。艾薇和太太云柔是一对经常因育儿问题起内讧的夫妻。一次晚饭时间，儿子明泽提出想要买最新款的游戏机，艾薇一口答应，好啊，只要你期末考进步5名，爸爸就买给你。话音刚落，云柔马上反对，不行，游戏机只会害他分心，根本不需要。明泽瞬间不高兴，喊道，爸爸答应了，妈妈为什么不同意？一场小风波变成了全家人的对峙。后来艾薇决定冷静下来，和云柔好好聊聊。他们坐下来回顾了一下自己的育儿观。艾薇认为奖励是激励孩子努力的好方法，而云柔则认为游戏机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专注力。两个人一拍即合，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。如果明泽的期末成绩达到要求，可以买游戏机，但每天只能玩1小时，还要完成所有作业。这个经历让艾薇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夫妻在育儿观念上不一致时，不应该当场争论，而是私下冷静讨论，共同找到平衡点。因为只有父母团结一致，才能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。2. 解决亲子冲突的技巧。有一次，明泽因为和同学吵架而被老师叫了家长。艾薇刚听到消息时火冒三丈，怎么能打架呢？是不是要被气过了？当明泽回家后，艾薇忍着怒火问，你到底为什么打架？明泽却直接大喊，他先骂我的，我为什么不能还手？说完就冲回房间，把门摔得震天响。艾薇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冲进房间再吼一顿，但云柔拉住了他，冷静一下，先听听他的心声吧。晚上，艾薇轻轻敲门进了明泽的房间，发现他正闷头哭。艾薇坐下来，心平气和地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爸爸不想骂你，只想了解真相。明泽一边抽泣，一边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，同学因他穿了一件旧外套嘲笑他穷，他才忍不住动了手。听完后，艾薇抱住了儿子，对他说，爸爸知道你受委屈了，生气是正常的，但用拳头解决问题，并不能让别人尊重你。我们可以想想别的方法去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好吗？明泽点点头。第二天，艾薇陪着明泽向老师和同学道歉，同时也帮他整理好如何应对同学言语攻击的技巧。这场冲突不仅没留下阴影，还让父子间多了一份信任。父亲在解决亲子冲突时，
最重要的是控制情绪，避免用暴力或高压方式处理，而是用耐心和理解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3、面对孩子叛逆期的智慧应对。明泽进入国中后，性格突然像变了一样，他开始顶撞父母，不愿意和家人吃饭，还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游戏。艾薇心里着急，尝试了好几种办法，有时训斥，有时恳求，结果都不见效。有一天，艾薇下班回家，看到明泽的房间又是门关紧紧的，便想换个方式。他敲了敲门说：我点了你最爱吃的炸鸡，一起来看球赛吧。明泽没回应，艾薇也没强迫，于是自己搬了张椅子，坐在房门口开始吃炸鸡。没一会儿，门缝开了，明泽探出头来：爸，你怎么在这里吃？艾薇一脸震惊地回答：炸鸡太香了，怕影响你打游戏，想说门口清静点。明泽憋不住笑了，终于打开门，和爸爸一起吃炸鸡。这件事让艾薇领悟到，叛逆期的孩子需要的是空间与尊重，而不是压制与控制。与其直接命令，不如试着用幽默与关心打开沟通的缺口，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存在是支持而非威胁。结语：智慧与爱并行，成为稳定的家庭力量。家庭冲突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父亲如何扮演稳定器的角色，帮助家庭成员找到平衡点。与伴侣协调一致，是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稳定的基石。解决亲子冲突时，控制情绪，保持耐心，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心。面对叛逆期，更需要用智慧和幽默来化解尴尬与矛盾。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，不是要做完美的爸爸，而是成为一个愿意学习和成长的爸爸。记住，每一次家庭中的冲突，都是一次了解彼此的机会，也是一堂教会我们用爱与智慧解决问题的课程。